这就是近年来最经典的韩国电影，根据空前绝后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，10万人评价打出8.1的高分。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摩加迪沙大战中，就连漂亮国也被打得节节败退，也是漂亮国输得最彻底的一次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，索马里内战爆发时，朝韩双方为了顺利加入联合国，把投票权最多的非洲大陆当成主要攻略的外交对象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外交官老韩终于取得和索马里总统见面的机会。为了顺利拿到这一票，他专门让情报员小帅送来一箱礼物，里面全是总统最喜欢的东西。拿到手提箱后，老韩让小帅自行前往大使馆，而他和孔书记直接去和总统会面。上车后，两人兴奋不已，幻想韩国加入联合国这历史性的时刻，结果没高兴2米，就遭到劫匪的突然袭击。红衣小黑直接走到车后，一枪打开后备箱，拿走里面的礼物，然后将车胎打破，扬长而去。幸运的是，3人都未受伤。现在东西被抢，车也无法启动，两人只好徒步前往总统府。遗憾的是，当他们赶到后，还是错过了和总统预约的时间。老韩很是无奈。就在他努力向对方解释时，朝鲜外交官林大使从总统府走了出来。这一刻，老韩终于明白，原来刚才遭遇的袭击事件就是他在背后捣鬼。老韩很是愤怒，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红衣小黑确实是朝鲜人雇佣的劫匪，目的就是为了阻止韩方和总统见面。小帅得知老韩的遭遇后，却显得一脸淡定，原来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2个小时前，他就开始秘密行动，用香烟贿赂了一位美国记者，让他发表朝鲜向叛军出售武器的假新闻。记者以为得到了头条，正在连夜发表。第二天，老韩决定用这条新闻进行反击，直接找到总统的亲信，希望他转告总统，朝鲜表面上是在支援索马里政府，其实他们早就把武器卖给了叛军。可让老韩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索马里政府已经严重腐败，老黑根本不在乎武器的问题，而是主动向他索贿。老韩很是气愤，果断拒绝了他的请求。就在这时，朝鲜外交官再次出现，直接把礼物放进了对方车里。老韩看到后彻底暴怒，直接走上前和对方理论，指责他们道德败坏，不敢正面竞争。林大使听后立马反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散播我们支持叛军的谣言？”就在两人争吵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这一刻摩加迪沙内战彻底爆发，所有人被困在了酒店。晚上，老韩的妻子等不到他们回来，把所有人叫到桌子前进行祈祷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负重伤的男人突然出现，管家上前一看，此人正是之前的司机。他们顾不上多想，急忙把男人抬回屋里，不料在他身上发现一条画着叛军图案的围巾，几人不知如何是好，一旦被政府发现会引发国际问题。就在这时，索马里警察突然敲响了房门，怀疑反抗者闯进了大使馆，管家拼命阻拦。紧急时刻，老韩等人正好赶到，警告他们大使馆属于韩国领土，没有本国的许可禁止入内。为首的老黑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，但看到老韩的证件后，也只好乖乖离开。可当他们再次来到楼上时，司机早就消失不见。此时他只想尽快跑回家里和家人团聚，不料刚走到半路就被警察发现，这时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，最后被对方残忍杀害。第二天，叛军向所有大使馆发出警告，表示他们准备对政府发起进攻，而引发这场暴动的导火索正是索马里政府的腐败。1989年以来的持续干旱导致索马里经济陷入崩溃，从此成了非洲最穷的国家。为了帮这些民众走出困境，各国政府纷纷筹集物资，全力救援。然而这些物资全被政府用于压制人权和宗教活动，根本到不了民众手中，因此他们决定推翻道德腐败的巴里政权，希望各国明确自己的立场，任何向巴里政权提供援助的行为都是在公然挑衅索马里的国家利益，是敌是友希望他们自己选择。此时的摩加迪沙已经乱作一团，到处都是哄抢和逃难的人群，银行和旅行社也全部关闭。老韩本想送妻子离开，可现在根本买不到回国的机票，当地的货币更是没有任何价值。随着事件不断升级，支持叛军的队伍也逐渐壮大，不仅向政府发起挑战，还对各国大使馆进行骚扰。为了不让国家机密泄露，老韩烧掉了所有资料，直到政府军队赶到，才暂时平息了这场暴动。几个月后，大规模战役再次爆发，一大批叛军进入摩加迪沙，给平民分发武器，让更多的人加入战斗。这次他们开始对政府军队下手，把警察掳走后扒光他们的衣服，然后让他们跪成一排残忍杀害。毫无人性的虐杀让所有人感到恐慌。摩加迪沙唯一的机场挤满了各国难民。老韩等人本想坐救援机离开，可由于通讯系统中断，他们根本无法与
韩国政府取得联系，现在没有政府批准，就连外交官也无法乘坐飞机。朝鲜大使馆的人更惨，大壮本想开车跑路，结果还没出城就被士兵拦下，并警告他整个摩加迪沙即将禁止通行。夜晚的摩加迪沙显得更加恐怖，犹如炼狱一般，仿佛要吞掉一切。就当朝鲜人不知所措时，大壮一脸自信地说道：“我已经联系好之前的情报员，很快就会把通行证送来。”果然没过多久，红衣劫匪出现在房间，大壮以为看到了希望，没想到中了对方的圈套，一大群叛军蜂拥而上，对大使馆进行掠夺和破坏。大壮本想上前制止，不料遭到一顿毒打。最后，红衣劫匪念在之前的恩情，放过了他们。叛军离开后，他们决定寻找新的庇护所。一行人战战兢兢地走在大街上，这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仿佛这片土地已经被死神占领。当他们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，三个拿着机枪的小孩迎面走来，嘴里发出射击的声音。朝鲜小孩见状，赶紧下跪，假装中枪身亡。小孩被逗得哈哈大笑，大人们心领神会，也有模有样的学了起来。三个孩子得到满满的成就感，对着天空疯狂射击，总算让他们保住了性命。不料枪声引来其他叛军的注意，众人见状只好再次撤离。随后来到韩国大使馆门前，发现上面居然有士兵保护。看着身后的女人和孩子，林大使决定放下尊严向他们求救。看到这些人，老韩果断拒绝。听说朝鲜人基本都受过训练，就连小孩都可以徒手杀人，况且他们这里还有女人和孩子。就在老韩犹豫之际，叛军正向大使馆慢慢靠近。看着外面的女人和孩子，老韩最终还是打开了大门，对所有人进行搜身检查后，才让他们进入房间。虽然他们围坐在一个餐桌前，但因为之前的所作所为，朝鲜人还是保持着高度警惕。直到老韩和林大使交换了饭碗，他们才放下戒备。看似简单的一顿晚饭，却让两国人的友谊更近了一步。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，小帅提前离开餐桌，躲在房间内偷偷将这一幕拍下。如果不出差错，就当记录两国友谊的幸福画面。一旦朝鲜做出反击，就向全世界展示朝鲜大使馆流亡案例。饭后，大壮无意间发现政府军已经跑路。为了这些人的安危，两位外交官决定一起渡过难关，利用双方的情报力和外交能力，到其他大使馆寻找新的突破口。第二天，两人分头行动。朝鲜来到埃及大使馆后，发现这里早就人满为患，他们也是无能为力。与此同时，老韩也来到了意大利大使馆。经过沟通后，对方愿意为他们提供救援，但他们没有和朝鲜建交，只能带韩国人离开。老韩听后，谎称朝鲜已经向他们投诚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他们逃出困境，也算是对自己良心的考验。幸运的是，意大利同意了他的请求，但他们必须在下午4点前到这里集合。回到大使馆后，所有人准备撤离。为了防止遭到叛军的袭击，他们在车窗上贴满胶带，然后把书本和木板固定在车顶。在所有人的努力下，4辆简易的武装车辆总算制作完成。最后在每辆车上都配上几面白旗。这时广播里突然响起伊斯兰教的音乐，所有人趁机踏上逃亡之路，这是索马里最崇高的信仰。当音乐响起，叛军都会放下武器跪地膜拜。就这样，他们顺利逃出了炼狱，很快来到政府军的边界。现在只要拿出白旗，出示证件，就可以正常通行。结果管家太过于紧张，不小心把白旗卡在了车内。楼顶的士兵把木棍看成了枪，果断向他们发起射击。原本平静的场面瞬间失控，为了活命，他们只好另寻出路。士兵在后面穷追不舍，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。紧接着又和叛军迎面相撞。好在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后，成功来到了大使馆门前。在意大利士兵的压制下，叛军们不敢轻举妄动。众人见状，赶紧举起白旗，向大门缓缓靠近。这时，掉队的大壮也终于赶到，两位政府军依然在后面疯狂射击，直到大使馆的大门打开，才放下武器。就当众人准备进入大门时，一阵长长的鸣笛声突然响起。小帅急忙上前查看，发现大壮已经倒在血泊之中。原来在逃亡中，他就已经身中数枪，硬是凭借强大的意志撑到最后。由于4点的救援机没有抵达，他们只好将大壮的尸体就地埋葬。随后政府军和叛军双方也都接受了意大利的请求，在他们登上飞机前停止战斗。镜头一转，所有人成功获救，救援机安全抵达肯亚蒙巴萨莫伊机场。就当他们准备离开时，小帅突然发现韩国政府的人正气势汹汹向这边走来。因为之前老韩为了将所有人带走，
谎称朝鲜人已经向他们投诚，而这些人前来接机的目的就是要逮捕这些朝鲜人。为了帮他们顺利回国，老韩再次做出一个违背国家的决定，劝他们下机后假装不认识，千万不要露出破绽。林大使被这份真情感动，终于明白患难见真情的真正含义，主动和老韩握手告别，将这份情谊永远埋藏在心底。走出飞机后，两队人各走一边，默默向回国的专车走去，目光里满是那未曾落下的泪水。虽然有些不舍，但他们不得不踏上各自人生的路途，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他们早日相聚。上车前，老韩偷偷用余光扫了一眼，林大使似乎有所感应，也停下脚步对他做出了回应。上车后，双方向不同的方向驶去，只能让这份患难之情永远埋在心底。友谊是精神的融合，心灵的联姻，只有长期在一起共患难，才能有莫逆之交。